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这期视频呢是一期 update 视频，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之前做的一期法令纹的视频，那支视频大概是半年前做的，但实际我开始做面部锻炼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，到现在也差不多快1年了，所以想说给大家汇报一下这1年的成果。话不多说，先来看一下对比图。这些就是我这1年来拍的所有照片。首先说明一点，在这1年当中，我的体重始终在52公斤到53公斤之间，生活习惯没有大的改变，该熬夜还是熬。像现在已经凌晨2点了，我还在剪视频。第一张图是不笑情况下的对比，上排图片分别为3月12号、3月13号、3月20号，下排图片分别是今年的2月6号、2月19号和3月1号。整体看起来，去年的脸会显得比较累、比较垮，左脸的法令纹和泪沟都比较明显，左眼相对右眼的下垂程度和脸部不对称的感觉也更明显。而今年的脸看起来更有精神、更饱满一些，左眼相对右眼的下垂和脸部不对称的感觉都有所改善。第二张图主要聚焦于左脸的法令纹，无论在哪种光线下，去年法令纹处的阴影普遍比今年的深。第三张图主要聚焦于左脸颊靠外靠下区域的突出程度，乍一看不是很明显，但仔细看，去年脸颊突出或者说松弛的更明显，可以看出一条比较明显的沟，而今年的脸颊松弛有所改善，沟也相对变浅了。在这里要解释一下，我们的脸在日常生活中是立体且动态的，而平面照片会缺少很多细节。我个人的主观感受是，我的脸颊松弛其实是得到了更明显的改善。第四张图是笑的情况下进行对比，上排图片分别为去年3月18号、3月22号、4月25号，下排图片分别为今年的2月17号、2月19号和2月23号。因为每次笑的程度不可能完完全全一样，因此尽量挑选了不同笑法的照片，尽量让上排和下排都有类似的笑法来进行对比。整体看起来，去年的脸显得更大、更松弛、更下垂，尤其是左脸苹果肌的部分。法令纹处的阴影也更深，而今年的脸看起来更窄一些，法令纹处的阴影也更浅一些。第五张图主要聚焦于左脸的法令纹和苹果肌，去年的法令纹普遍比今年的深，去年的苹果肌呈现出一种向外向下的趋势，而今年的苹果肌更靠近面中，更靠上，也更饱满一些。今天做这一支视频，我其实心里还是蛮兴奋的，因为这件事情我坚持了这么久，然后越来越让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可行、非常方便的实用的方法，并且认为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获益。上一支视频呢，主要是告诉大家这个方法是有效的。今天这支视频呢，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新的体会，也顺便回答一些大家的疑问。首先呢，面部肌肉锻炼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，它不会让你变成另外一个人。它的主要作用呢，其实就是针对衰老带来的面部松弛导致法令纹加深。所以如果说你年轻的时候就有法令纹，那么很大程度上它不会让法令纹消失，但是改善是一定的。你越早做就越早预防由于衰老带来的法令纹问题，无论你多晚开始做，或者说你现在的面部松弛程度已经非常严重了，那都不要紧，你只要开始做，它就像健身、像运动一样，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会晚。第二点呢，就是面部肌肉锻炼主要针对的就是肌肉筋膜层，并不能阻止胶原蛋白的流失，更不能阻止骨质的流失，但是肌肉筋膜可以拉住它上面的软组织，一定程度上也会让你看起来更饱满。第三呢，就是评论区有小伙伴问到，做面部肌肉锻炼会不会使人中变长？这个问题也有可能是我自身的原因给大家造成的误导，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，不会，至少我没有发现。但是我也必须说一点，就是我自己的人中本身就是天生比较长，所以就是看起来就是属于那种略微偏成熟一点的长相。对比了前后照片，我也并没有发现我的人中有变长的趋势。我觉得造成这一疑问的主要原因，可能就是因为我在做这项运动的时候，是需要我的上唇做一个拉伸的运动，
并且包覆住我的上排牙齿，然后我上唇以上的这部分肌肉始终是属于一个被拉长的状态。我在这里有几个解释。首先就是我们做面部肌肉锻炼的这个时间是非常短的，大概也就是几分钟。但是你想象一下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抬上唇的几率是远多于拉伸上唇的这个几率的。仅仅早上那几分钟的拉伸是微不足道的。另外呢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平常健身运动以后，你也会进行拉伸。运动后的拉伸也只是在帮助我们的肌肉恢复弹性，增加它可运动的幅度，并不能改变它的原始长度。除非你把肌肉拉断了，肌肉丧失了恢复到原始长度的能力，才有可能让肌肉变长。很明显，我们这一点拉伸是不足以造成这种伤害的，所以大家大可不必担心人中会变长这个问题。第四，我觉得面部肌肉锻炼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左右脸不对称的问题。其实从我最早的照片中也可以看得出来，我的左脸有一种更向下的趋势，也就是说我的整体的五官似乎有种左倾的趋势。面部不对称原本就是两侧肌力不平衡造成的，比如单侧咀嚼，还有因为脊柱的歪斜导致高低肩，这些都有可能造成我们颈部肌肉肌力的不平衡，导致我们面部肌肉受到的拉力也不平衡。就拿我自己来举例吧，我自己是有高低肩的问题，然后是左高右低，然后我左侧的颈部的肌肉的力量应该是要强于我的右侧，它的长度也是短于我的右侧。这一点微小的不同，也许你在日常生活中根本不会太在意，但是就是这一点微小的不同，就有可能造成你面部的歪斜。除了我颈部的肌肉拉力不一样，我们的面部肌肉平时也是疏于锻炼的，这种情况就是雪上加霜，这里的拉力过强，但是这里的拉力又不足，所以我们的脸势必会有一个向下的趋势。所以说面部肌肉锻炼改善你的脸部不对称是其中的一个方面。如果说你可以同时去改善身体的其他不平衡，那你会收获更好的效果。所以说身体不对称也会让你的脸变丑，牵一发动全身不是没有道理的。第五呢，就是面部肌肉锻炼非常好入手，并且也没有任何的副作用。但是刚开始做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有一段时期，你会觉得脸部的感觉没有那么的强烈，但是不强烈也不代表它没有作用，这有可能是一个必经的过程。你想想，如果你有健身运动的习惯，去健身房里边去举铁的前期呢，你也不太容易找到发力的感觉，或者说你还不太擅长感受它。我建议在你进行面部肌肉锻炼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注意力集中到你想要锻炼的肌肉上面，想象一种你肌肉收缩的感觉，然后你去感受它，这样可以加强你的神经肌肉之间的连接，你之后也会收获更好的效果。相信我，你会越来越有感觉的。当你开始找到感觉，每天早上100下的收缩，可能就会有非常明显的酸胀感。但是当你逐渐适应了这种强度，酸胀感可能会减弱。但这个时候你可能想要问，那需不需要再增加一点阻力？也就是说，我们手指下压的力度需不需要再增强？我认为并不需要。脸部肌肉锻炼主要是让我们的面部维持一个相对有力的状态，并不需要它无止境的增强肌力，肌力适中即可，之后仍然需要坚持。这个时候你所做的就是在维持肌力，而不是进一步增加它。第六，就是在面部肌肉锻炼之后一定要放松。这个放松我是采取按压的方式，千万不要去揉搓它或者是拉扯它，是用我们的指尖的指节轻轻的放在我们的面部，进行这样的方式，也就是你的皮肤和你的手指尽量不要做太大幅度的相对运动，这就有点像那个泡沫轴或者是一些那种按摩球。这一步主要就是为了放松我们刚刚锻炼过的肌肉，给它增加血供的同时恢复它的弹性，所以建议这一步不要忽略。另外就是我在按摩的时候呢，会顺便按一下我太阳穴到我咬肌的这个部分。如果你有头疼的问题，去按摩这个区域会有一定的缓解，一举多得。第六点，
强烈建议大家坚持做面部肌肉锻炼。做这支视频呢，也是想告诉大家，我会一直坚持做下去，因为它实在是太方便、太有效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《原子习惯》这本书？书里边写到，建立一个习惯，最好是从一件比较简单、易操作的事情开始，这有助于你坚持，并且更容易看到成效，获得成就感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。而面部肌肉锻炼就是这样一件简单又容易看到成效的事情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其实关于面部肌肉锻炼，相信很多人也会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我觉得唯一不要有疑虑的就是它真的有效。无论你是年轻的还是相对成熟一点的，也无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，坚持去做它吧，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另外在这里想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预告，我现在正在准备有2支视频，然后都是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。有一期是关于去黑头的，还有一支视频呢，是我看到修丽可最近新出了一款产品，这一款主要就是针对这种痤疮的肌肤，所以我就想说用这个新产品呢，也来给大家分享一下，然后并且对比一下他们家其他另外2款产品和我现在正在用的那一款欧巴 G 的产品，看看这一款新产品是否可以取代它们成为我的新宠呢？如果对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，你也可以先订阅我的频道，之后你就不会错过了。集中在你要锻炼的肌肉上。我